有一部 AI 短剧叫《霍去病》，20个人的团队，5天时间，播放量5亿次。停一下，5亿是什么感觉？中国有14亿人，5亿就是差不多3个人里有1个人看过这部剧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播客，我是 Coach 天。今天我们来聊一件正在发生的事。爱奇艺，你知道吗？中国最大的视频平台之一。他们说2026年他们要上线6万部 AI 剧。6万部，不是60部，不是600部，是6万部。平均每天差不多170部新的 AI 剧上线。他们的用户有多少？超过5亿人。也就是说，爱奇艺要让5亿人每天都可以看到新的 AI 剧。你现在什么感觉？以前拍一部剧需要很多人，需要很多钱，需要很长时间。现在 AI 来了，一切都开始变了。先说一下背景，中国的短剧这2年很流行。短剧是什么？每集很短，3分钟、5分钟，有时候更短，故事很快，很刺激，想让人一直看下去。很多人下班回家很累，不想看2个小时的电影，也不想追几十集长的长剧。短剧刚好，刷一刷看完了睡觉。去年中国短剧的市场比电影还大，短剧比电影还赚钱。这个消息让很多人吃惊。然后 AI 来了。以前做一部短剧，你需要演员、导演、摄影师、灯光师，很多人，很多钱，很多时间。现在呢，你只需要一台电脑，一些 AI 软件，还有脑子里的想法。比如九尾狐男妖爱上我，全部用 AI 做的，在抖音上 1.8亿人看过。很多人一边看一边说好奇怪，但是停不下来，一集一集往下看。还有斩仙台，12个人的团队，30天做出来的，里面有神仙打架的场景，特效很好看。很多人第一次看以为是真人拍的，后来才知道全是 AI 做的。所以你看， AI 短剧不是一个小东西，它已经有很多人在看了，它已经做得很好了。但是它为什么发展得这么快？下面我来说一说。AI 做的东西应该有很多问题，对不对？人的动作不自然，嘴巴动的时候声音对不上，表情有时候很奇怪。这些问题真的有，但是很多人看完以后说 AI 能做到这样
已经很厉害了。有一个人把同一个打架的场景看了5遍，因为他觉得那个画面太好看了。为什么大家这么宽容？你觉得看剧最重要的是什么？画质好，演员的表情自然，动作完美？可能不是。很多人看短剧就是想要一个感觉，主角很厉害，坏人得到了惩罚，最后结局很爽，这就够了。AI 刚好可以给人这种感觉。还有一件事，短剧里很多故事是关于另外一个世界的，不是我们住的这个世界，是有神仙、有魔法、有怪物的世界。这种世界没有人见过，所以 AI 画出来的东西奇怪一点也没关系，因为本来就是另一个世界的嘛。观众看到不会说这不对，反而会说哇，好看。所以 AI 短剧是一个很好的组合，一边省钱，一边观众也喜欢看。但是有一个问题，如果 AI 可以这么快，这么省钱的做短剧，那以前靠拍短剧生活的人怎么办？演员怎么办？摄影师怎么办？这是现在很多人都在问的问题。上海有一个小公司叫河川工作室，6个人的团队，他们在一个很小的办公室里工作，每个人一台电脑，一个耳机。他们已经用 AI 做出了好几部很受欢迎的短剧。他们说，他们的目标是让更多人可以做短剧，不只是大公司，普通人也可以。这个想法很好，但是另一边，很多影视公司的人在担心，如果6个人就可以做出爆款短剧，那需要几百个人的大公司，还有用吗？还有一个问题更难回答， AI 做的剧有感情吗？一部短剧5天做出来，每集一个故事，是谁想的？有没有真的在乎那些角色？这个问题我觉得很重要，因为我们看一部剧，不只是看画面，我们是在感受一个故事。我们想知道主角最后怎么了，我们会担心他，也会为他高兴。这种感觉是人给的，不是 AI 给的。我在想一件事，每天有几百部新的 AI 短剧上线，作为观众，你怎么选？哪一部值得看？哪一部不值得？这个问题越来越难回答了。但是我觉得有一件事情不会变，好的故事需要人来想。AI 可以画出神仙打架的画面，可以做出很好看的特效，但是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？
这个故事想说什么？这些问题还是需要人来回答。AI 是工具，像笔是工具，照相机是工具，用工具的人才是最重要的。你觉得呢？如果你想把今天的词真正记住，我在 Patreon 上每一集准备了互动文字稿、生词卡片，还有2个全新的故事，让你再用一遍这些生词。前7天免费，链接在介绍里。我们下期再见。